沿着我国的海岸线，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崛起，他们就是离岸风力电站。把这些大风扇建到海里面去呢，是有很多好处的。一是这里有着比陆地上面积大得多的空旷区域，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可观；二是这里离人口密集、能源消耗旺盛、经济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业城市更近，可以在不需要铺设很长的电缆的同时赚到更多的钱；三是这里没有山峦、没有建筑、没有树木的阻挡，所以风速会更加强劲、更加均匀，为电站带来更大的发电效率。好处的确是不少啊，但是要把这些高上百米、看起来还有一些头重脚轻的大风扇搬到海里面去，该怎么做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想要让一样东西在地面上长得越高呢，它向下扎的根也必须要越深才行。所以解决方案就是打桩喽。陆地上可以打桩，谁说水下就不能打桩呢？我之前做过一期讲桥墩是怎么在水里面造出来的视频，里面就涉及到了水下打桩的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一会儿移步过去哦。当然现在还是暂时留在这儿，我们继续讲完。支撑起海面上看得见的风电机组塔身、风机和叶片的是埋在水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基础部分了。它大概有以下4种基本形式：重力基础、单桩基础、导管架基础和漂浮式基础。所谓重力基础主要就是靠体积庞大的混凝土块的巨大重力来把风机牢牢地压在海底，而单桩基础则是利用打桩、钻孔、浇灌的方式，将单根桩机安装到海底泥层或者是岩层以下一定的深度，再将风机塔身固定其上立起来的。导管架基础就更加复杂了一些需要首先打桩，然后把导管架固定在桩机上，接着才能把风机的塔身安装到调平后的导管架上。成本显然比前两者都要高一些，但换来的是更为坚固、更加多用的优势，而且适用的水深范围也要更大一些，基本上只要是水深不超过60米都是可以安装的。而单桩基础只能建在水深小于30米的地方，重力基础就更浅了，而且你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对海底平整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难伺候啊。好了，前3种不管哪个更好，总之都是有落脚点的，至少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但第4种，你听它的名字漂浮式基础，也就意味着这种风机是处在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平台上面的。这个真的靠谱吗？当风浪来袭的时候，就真的不会把那根高出水面上百米、还带着巨大迎风面的风力电机给刮翻吗？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2017年，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漂浮式电站 HighWind 在苏格兰东北海岸投入使用，其伸出海面的塔身高度达到了101米，风扇桨叶的直径更是足足有154米。一根叶片就长过了一架波音747了。这么高这么大，它就不怕风浪吗？不怕。其实从2009年开始，它的前身高65米、直径80米的 HighWind 的样机就持续在挪威海岸安全运行了数年，并且在服役期间还经受住了每秒速度达44米的台风袭击，以及高19米的巨浪的冲击。它何以能这么优秀呢？别看它伸出海面65米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藏在水下的浮台部分却足足有100米，其中装着岩石和水作为压舱物，光是这部分就重达几千吨加上它采用的是单柱式平台设计，水线面很小，所以运动性能好，极限海况适应能力好，无条件稳定性也很好，难怪怎么也不倒了。而到了实际投产的100米高的 HighWind 风电机身上时，浮台的设计明显更加优化了，变粗变短了不少，纵然体型大了一圈，但成本却反而下降了60%到70%，看起来很妙其实不光是这种单柱式风机漂浮平台很成熟，另一种叫做半潜伏式风机平台的设计也非常的成熟，完全就具备了投入实际使用的条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漂浮式海上风力电站的设计吧。葡萄牙的 Windflow 是世界上第2座全尺寸的浮式风机样机，采用的是半潜伏式设计，风机不对称的放在了3个立柱的其中一个之上，每个立柱都可以单独的调整压载重量，所以就能在平台发生较大倾斜的时候自动调整平衡。法国的 Idol 大概是这么念的吧。
它的漂浮风机设计长得也是比较奇怪的。其漂浮式基础是一个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四边形中间镂空结构。这个镂空的结构可以在平台中央围出一个类似于跃池的水体，使得整体的水线面积较小的同时，还能起到阻尼的作用，从而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改善整体的运动性能，也是妙到不行啊！还有瑞典公司 Hesken 设计的半潜伏式多风机平台，跟 Windflow 只是用三角形的一个角不同，它是用了2个角，于是一个漂浮平台上就能装上2台风机，剩下没装风机的那个角也没有浪费着，在那个立柱下面是一个转塔，可以根据风向来转动浮台，以保证上面2台风机始终都是迎着风的，以避免它们受到彼此的尾流影响。你看，一份占地2份收入，哪怕海洋再大，我们开发它时还是要本着集约化的精神嘛，做得不错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漂浮式的海上风机设计，但原理也都差不多，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说了。最后大家可能有些好奇既然我国正在大力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那我们的漂浮式风机又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中国的海域最大的特点是大陆架绵延距离长，近岸水深变化小，漂浮式风机在这样的条件下优势并不明显。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深60米以上的海域，漂浮式风机就具有优势了。而我国周边海域如果想要达到60米的水深，离岸距离会比较可观，增加了电力回输的投资和成本，也不利于运维，所以短期内我们还都会采用我在前面说的站在海床上的风力电机样式了。只不过呢，浮式电机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优化浮式基础，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建造安装环节的费用。采用浮式风机方案，完全可以做到整体安装、整体拖航，不用装锚。在机组越做越大、近岸资源越来越少的大趋势下，逐渐成熟的浮式风机无疑将是海上风电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大家不要着急既然我国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实现全国总能源的1半来自可再生能源，未来很多精彩的故事都会在这里上演。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很多人都知道机头是自带稳定的，有没有很羡慕呢？凭什么一个连机都具备的能力我们却没有呢？还非要靠什么稳定器？但今天呢，我就要带你扬眉吐气一把，让你知道我们人也是自带了稳定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放松一把，大家先跟着我做一个小实验。眼睛盯着你正在看着的这段视频，然后手不要动，头动，可以上下左右的晃脑袋，越快越好你会发现你依然还是能够把屏幕上的内容看得比较清楚的。好，现在换过来头不动，但是把手里面拿着的手机像刚才晃头那样上下左右的晃起来，最好保证晃的速度都跟刚才一致。结果呢，是不是根本就看不清屏幕上的内容而且多半还有点头晕吧？这就奇怪了。按理说运动是个相对概念，手不动头动和头不动手动是等效的呀，为什么前面我们能看得清，后面我们就看不清了呢？原因是我们的眼球是装在一个3轴云台稳定器上面的，这跟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很类似了你看，任凭我手怎么晃，手机镜头是不是也能把你们盯得死死的呢？让眼睛实现这个功能的是连在它上面的6块肌肉，相当于是稳定器上面的这3段手臂。但是光有控制手臂还不够必须还要有能够检测出运动的陀螺仪才行。稳定器上的陀螺仪通常叫做微机电陀螺仪，被封装在一个小小的芯片里面。想要打开来一探究竟吗？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那眼睛里稳定器的陀螺仪在什么地方呢？它在耳朵里。实际上，稳定器这个角色对于它来说呢，可能只是一个兼职而已。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承担我们的平衡感。平常你可能意识不到，保持身体的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平衡感发生问题，外界和自己的位置关系就会发生错乱，进而丧失安定感，引发头晕。这种情况叫做眩晕。如果你经历过，一定知道那不是个好受的滋味。我们是通过3个连在一起的半规管和位于它们中心的前庭器官来感受身体的运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们的示意图了。这3根很明显的半圆形的管子呢，就叫做半规管了。其实它们是个3维立体的结构，分别叫做前半规管、后半规管和外半规管。当我把一个陀螺仪放在它旁边，大家看出点什么端倪来没有？对了，
这3个半规管呢，就相当于是陀螺仪里面的3个圆环，分别负责感觉头部的左右转动、前后转动和水平转动。在每一根半规管里面都充满着淋巴液，随着头部运动里面的淋巴液也随之而流动。当它们流过一种密布着感觉毛的有毛细胞后呢，便会引发这些感觉毛的倾斜。于是有毛细胞就把这样的物理倾斜翻译成神经电信号，传递给了大脑，我们也就能够获取清晰的运动感了。同样，前庭器官的工作方式跟它很类似，只不过负责的是头部整体的上下左右运动而已。好了，一个生物陀螺仪就此诞生了。当我们的头部歪向一边，陀螺仪准确地捕捉到了方位和角度的变化，它将这样的变化发送到大脑，然后大脑向牵着眼球的6块肌肉发出指令，向着与刚才那个相反的方向去运动啊。于是呢，这就有了我们一开始那个怎么晃头也能看清手机的实验结果了。由此可见2个结论：人其实比机器更像机器，眼睛和耳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器官。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液态金属电池，你可能没有听过，但它却可能会对人类下一个10年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要问你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病毒入侵、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全球变暖，还是小行星撞击？最后一个可以把它剔掉，因为呢，实在不属于咱们可控范围之内。但前面几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能源结构造成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又激活了病毒传染，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死胡同面前。很明显要想走出这个死胡同呢，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但是很不巧烧煤我们可以控制，有风没风，晴天下雨，白天黑夜，我们怎么控制啊？在它能够发电的时候我们用不上，在我们需要用电的时候它指望不上。这就是目前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最大尴尬了。谁要是解决了这个尴尬，谁就会对人类接下来的发展做出极大的影响，不是吗？看起来呢，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把电站多发出来的电存起来，留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放出来，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调节和控制作用。其实在它之前呢，我们也是另有选手的，像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这类跟它差别太大的咱就不谈了。锂电池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一种方案，从各个方面来看呢，都跟它极其类似。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说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可能才是胜出者呢？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原因更便宜、更简单、更耐用。为了把它解释清楚，我就需要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大家做好准备接下来的内容有点难度了。不管是液态金属电池还是锂电池，之所以能够充放电，是因为它里面发生的电化学反应是可逆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当电池接上负荷放电时，比如去点亮一盏小灯泡，金属阳离子从负极经过内部的电解质朝正极移动，而它失去的电子则经过外部导线朝正极移动，这样就在外部导线上形成电流了。来到电池正极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同本来就在这儿的金属化合物结合，生成新的金属化合物。当负极已经没有了多余的阳离子和电子之后呢，电池自然就处于缺电状态了。充电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的，当外部接入电流，之前在正极所生成的新的金属化合物开始分解，把原本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又吐了出来，两者又沿着原路返回到负极。当所有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都回归到原位后呢，充电也就完成了。好，知道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液态金属电池和锂电池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了。液态金属电池，你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听出来这种电池最明显的2个特征：金属和液态。电池的正极和负极都是金属，它们被封装在一个陶瓷容器当中。为什么要用陶瓷呢？因为这种电池工作时会被加热到大约500摄氏度左右。对了，正好可以把其中的金属电极融化成液体状态。当然，其中还必须要加入另外一种也是熔融的金属盐作为电解质。最特别的是，这3者正极、电解质和负极的排列是自动完成的，由它们的密度说了算。就像是把油倒在水面上一样，自己就分层了。这里就产生了第一个比锂电池大得多的优势，因为锂电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像千层笔一样一层一层的把电极材料垒起来的，而液态金属电池呢，只需要你给它一个外壳，剩下的事儿就由它自己搞定了。最重的液态锑合金沉在底部作为正极，比锑轻一点的熔岩电解质附在中间，最轻的液态钙合金飘在顶部作为负极，此时为充满电的状态。
开始放电之后，负极钙合金分解成钙离子和电子，电子走外面去产生电流，钙离子则穿过熔岩电解质，两者都来到了正极跟 T， 形成全新的 T 钙合金。当钙合金完全消耗完成之后呢，整个电池里面就只剩下2样东西了：熔岩电解质和 T 钙合金。当然，电池的电也就完全用完了。充电时正好反过来 ，T 钙合金把钙离子和电子分解出来，两者沿着原路回到负极钙合金，于是又重新出现了，电池里面又变成3样东西了。据说这个灵感来自于金属加工中的电解精炼。既然把合金电解成金属单质需要用到大量的电，那么反过来把金属单质氧化成合金，不就可以吐出很多电子了吗？所以啊，在液态金属电池里面，本质上就是一种合金到另外一种合金的电化学反应。这个过程不管循环往复多少次呢，合金还是那个合金，其作为电机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破坏的。这里就体现出了相对于锂电池而言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锂电池可不是合金到合金，而是石墨揣着锂离子的负极到含锂化合物的正极。锂离子在充放电时穿梭于正负极之间，相当于要不停地从石墨做成的口袋里面进进出出。就像你每天都要从裤兜里面把手机掏出放回很多次一样，破个洞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啊，锂电池的电机是会受损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它的容量会逐渐下降的原因了。你看，就这2点就会造成锂电池跟液态金属电池比起来呢，生产成本更高，生命周期更短，运营支出更多的缺点。再加上液态金属电池本身的材料成本更低，环境耐受程度更高的优点，就进一步把优势给拉开了。好，有点枯燥的技术细节到此为止。这么一番介绍和比较下来，岂不意味着液态金属电池在电网储能方面能够直接将锂电池秒杀掉吗？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很有希望，但依然要披荆斩棘。第一，它源自于 MIT 实验室，刚刚才开始商业化应用，谁都不能确定从理论到产品能否一帆风顺。第二，一样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在没有产生规模化效应前呢，成本往往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液态金属电池的早期价格优势是很难体现出来的。第三，由于技术锁定，绝大多数的客户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产品和服务的，所以为液态金属电池寻找第一个肯吃螃蟹的用户呢，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第四，这里面也还有一些技术需要攻克的，比方说密封，在普通环境下，一个橡胶密封圈就能够搞定的事，到了液态金属电池的高温环境里面呢，就变得相当棘手了。好了，这就是关于液态金属电池的介绍。其实不光是风力电站和太阳能电站需要它，我们用1度发1度的传统电站也是需要它的。如果解决了电网储能的难题，人类社会真的是会从底层发生很大的改变哦。希望我能够早日目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2004年的一天晚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实验。2名小学生突破重重阻碍，潜入到戒备森严的纳米实验室，然后从文具盒里面掏出了自己的铅笔，开始用透明胶带一点一点地粘掉笔芯上面的石墨，于是石墨烯就诞生了。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做这场奇怪实验的是2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而获奖的原因正是来自这个看起来只会是小孩子在打发无聊上课时间时才会干的事。说实话，我以前也干过，但怎么就没有见分离出石墨烯来呢？可能是我的手法不太对吧。而这2位科学家的无聊行为却最终获得了回报，他们分离出了单原子石墨膜，这是一种比钢结实200倍，重量却只有它的1/6的极其优良的导体。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是工业圣品。关于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讨论太多了，我呢也就不需要再去讲什么了。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可能比石墨烯还要更厉害的新材料——锌烯。它究竟有什么厉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锌烯又叫做单层烯原子，它跟石墨烯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拥有单层的原子结构。实际上，就连锌烯这个名字也来自于烯与石墨烯的组合。它有2点值得我们来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它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计算机芯片工作温度下以100%的效率导电的材料，也就是类似于室温超导。第二点是，发现这种新材料的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而参与到这种新材料的研究制备的是很多的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研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等等。可以说，如果在石墨烯身上还很难找到中国基因的话，那么在锌烯身上就到处都是中国的基因了。锌烯是一种被称为脱普绝缘体的特殊材料。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劝退的意思，但大家其实也不必去真的搞懂它背后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材料只会在其外部边缘或者是表面来导电，内部则是完全绝缘的。当拓扑绝缘体只是一个原子厚度时，它们的边缘导电率会达到100%，也就是实现了零电阻。这些不同寻常的性质是由材料当中重原子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是由于这样的相互作用，它们迫使电子在没有任何速度限制的特定车道上移动，就像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而只要是在这些位于材料边缘或者是表面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呢，电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既不限速又没阻力，电子也只好放飞自我了。所以西西虽然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却跟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可以用来替换电路板晶体管中的硅，使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显著降低。下一个科技圣地可能就不是硅谷，而是硒谷了。另外，西西的二维超导特性还有可能跟它的拓扑性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拓扑超导体，然后借助超导态下的稳定电子配对和量子相干效应，更好地实现容错拓扑计算，提升能效比、实用性和运算速度，帮助打造出新一代的量子计算机。很激动吧？但这些呢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为它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从计算机模拟来到现实面前，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按照其中一位参与研究西西的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像人类登月一样，迈出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既然这一步已经有了，未来的一大步还远吗？而且迈出脚步的还有这么多踏实又勤奋的中国科学家呢，我们共同期待就好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让我们来建一座桥，什么桥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拱桥了，把拱放下面，可以。把拱放上面也可以，把拱放中间呢，还是可以这样的桥见过太多了，不新鲜。那么把拱倒过来建一座桥可以吗？就像这样。这桥真能这么建吗？还真能啊！你看，国外有里奥科罗拉多大桥的先例，国内也有网红的淘金大桥，他们都这么建了，而且一立在那儿就是好几十年，坚固得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看，为什么倒过来的拱桥其实跟正着的拱桥一样合理。桥梁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受力结构，从功能上可以把它分成直接承受活载的桥面系和承受主要横载加活载的承重结构两个部分。这里呢出现了3个相对专业的术语，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桥面系这3个字当中，既然桥面2个字就占了2/3，那当然桥面必须是这里的主角了。它指的是桥梁当中会第一时间感受到来自于通过它的人跟车的力量的那一部分，包括跟这些通过的物体有直接接触的桥面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了。横载指的是存在确定、位置确定、大小确定的载荷，放在桥上面呢，就是指桥在把别的东西托起来之前，必须要把自己先托起来的那部分自身的载荷了。那活载的概念就正好跟它相反了，存在不确定，位置不确定，大小也不确定，比如通过车辆的多少、大小、速度等等，以及风雨雪带来的影响。好了，知道这些概念之后呢，我们继续。既然几乎所有的横载和活载最终都会传递到承重结构那边，那它自然就是桥梁当中最重要的存在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见到那么多的拱桥，就是因为拱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承重结构，它能够将桥面所受的力以轴向的方向传递分布出去，从而令自己坚挺无比。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小动画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先看把拱放在下面的情况，此时呢，桥面通过立柱来跟桥拱连接，也通过立柱来将它受到的压力传递到桥拱上。我们在桥面上放上一辆绝对已经超载了的油罐车，你看它已经把桥面都压弯了，压弯的桥面于是对立柱就产生了一个向下的压力，这个压力一路传递到拱的顶上，到了这里，垂直向下的力开始兵分2路，沿着拱形的轴向向左右两边进发，直到来到了拱的2个端点，分解成水平和垂直的2个力。垂直力帮拱更好的插入到大地里，这是好事，应该算是吧。水平力让拱向两边分开，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是上面的压力太大，岂不直接就把拱给掰直了吗？所以只能靠拱下面坚固的岩石把它向里面挤过去，来抵消掉这种水平的推力。让我们给这2块岩石点个赞。好了，再来看看拱在上面的情况。此时桥面通过吊杆来跟桥拱连接，也通过吊杆来将它受到的压力传递到桥拱上，比如也是来自于这辆超载的油罐车的压力。
于是桥面的压力通过吊杆变成了桥拱的拉力，这个拉力同样也兵分两路，沿着轴向向下传递，到了端点又变成水平的推力和垂直的压力了。我们继续来感谢两边的岩石带来的不讨之恩。好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拱桥其实后一种呢，应该叫做悬索桥的抗力之道了。那么把拱倒过来也是这么有道理吗？我们接着来看看此时桥面通过立柱压在反过来的拱的肚子上，当同样一辆油罐车把桥面向下压时，立柱把这个压力传递到拱上，于是这个力又被分了出去，一左一右沿着拱的轴向向上跑，去看看这次还有没有救命的岩石了。来到端点的压力也被分成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垂直的依然是向下，但是水平的却由原来的向外推变成了向内拉了。为了不让桥拱被拉断，两边的岩石又被赋予了历史的使命。当然，他们这次也要由推改拉，平衡掉桥拱两端向内的拉力了。实际上，这种由桥两边不管是岩石还是混凝土块来为桥拱和悬索提供推力或是拉力的情况叫做外锚，它对施工要求和地质要求都很高，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适合的条件的。比方说湖南洞口县陶金村的木鱼塘峡谷了，它就既没有开阔的施工条件，又没有坚固的岩层作为依靠那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轮到自锚出场了。跟外锚不同，不管是需要推力还是拉力，自锚都能够靠桥梁自己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就是把拱的两个端点跟桥面的两个端点锚接在一起，把原本该由两边的岩石提供的力变成由桥面提供，准确点说是由桥面下的承力梁来提供。于是这些梁就要么得抗压，要么得抗拉才行了。好在这些相比起无法抗拒的自然条件，既容易解决也便宜得多。所以淘金大桥就是这么来的，它叫做自锚上层式悬带桥。在把拱径向一下之后，既省出了85%的建造费用，又靠着这么个自己把自己约束起来的家伙，让本来就风化严重的山体长舒了一口气。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这座奇怪桥梁的科学解释了。最后补充一句自锚式桥梁结构当然不是只会应用在这儿，很多正常的悬索桥都是自锚的。而且关于桥梁的设计，今天咱们讨论的本身也是很不全面的，欢迎大家来补充。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箭在射出去之后，并不是笔直着前进的，而是会像在水中游动的鱼一样摆动着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玩具中很专业、专业中很炸拉的弓箭回家玩，在面对5米前的靶心时，几乎就从来没有失手过，全都射在了0环开外。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的手气变这么差，我用慢镜头拍下了弓箭射出的那一瞬间的画面，然后就搞清楚了，原来是箭碰到了弓，弹离了原本的方向。这下我就放心了，不是我自己水平差，只怪弓呢，他不太讲武德。但是你说他现在不讲武德，以前就讲吗？以前的弓箭手不也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吗？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这个问题呢，把我带到了弓箭手悖论上面，在了解完了之后，发现非常有趣，分享一下。首先，正如前面在我拍下的那个慢镜头里面可以看到的，箭在射出去之后，并不是笔直着前进的，而是会像在水中游动的鱼一样摆动着前进。这是由于我们所使用的箭支并不是绝对的钢体，它们都是有弹性的。在射出去的一瞬间，箭的屁股最先感受到来自弦的强大推动力，所以开始往前运动。与此同时呢，这股力量也顺着箭身往前传递，每到一处就会推动这处的箭身一起前进。虽然很快，但毕竟也是有时间差的。所以在箭的尾巴动起来的那一瞬间呢，其实箭头还没有开始动，其结果就是箭身被弯曲了，自然就会一扭一扭的往前飞了。箭身弯曲的程度取决于它的弹性大小，这个在专业上叫做箭支的桡度。熟练的弓箭手在了解了自己所使用的箭的桡度弓的拉力之后，是可以凭手法使发射出去的箭利用左右的摆动，完美绕过前面挡着它的弓的，就像这个视频里面的一样。所以手法就很重要啦。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是用右手除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几根指头来拉弦的话，记得要把箭放在弓的左侧。如果是用右手大拇指拉弦的话，那就得把箭放在弓的右侧。当然，如果你是个左撇子的话，那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一套镜像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使箭左右震动的主要原因呢，来自于弦在释放时传递给它的力量的方向。当我们用右手除大拇指的其余手指勾着弦释放时，在摩擦的作用下，弦会稍微偏左向前弹出去，于是给箭尾的力也是偏左的，这就把箭头扭向了右边，使接下来的箭身全程都不会插到弓上面去。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候箭头位于弓的右边的话，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箭在飞出去时，全程都会插到弓上面，能射准就怪了。但电视剧里面百步穿杨的高手们不都是这样拉弓的吗？这个并不奇怪啊，毕竟在影视作品当中，浑身上下都被子弹打成马蜂窝之后，不是还能对着镜头撂下狠话吗？回到弓上面啊，由于箭之饶度的存在，以及它一扭一扭的独特前进方式，就让瞄准变得非常反直觉了。如果还按照传统的瞄准方式，将箭头所指的延长线指向目标的话，你是永远都碰不到目标的。只有当你把它歪向一边时，才有可能会命中。具体来说，是要把箭身上的2个波节点的连线方向对准目标才行。波节指的是当箭身左右震动时，它上面那2个始终不会发生移动的点。很显然啊，它们的连线方向肯定是跟箭头的指向方向是不一样的。好了，最后就落到关键问题了，怎么才能找到波节点的连线方向呢？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熟能生巧，凭感觉多练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串摩尔斯电码，它们组合在一起代表3个字母 SOS， 国际通用海难救援信号，或者说是国际救援信号也行。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你发出这个信号，就代表你一定是遇上麻烦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要用这3个字母呢？我再来打一遍，你再仔细看看，看能不能悟出点什么。好了，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请把它打在弹幕上，稍后可以得到验证。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神秘的摩尔斯电码。1830年代，画家塞缪尔·摩尔斯受到拉菲特侯爵的委托，离开家中的妻子，前去给他绘制肖像。但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任务时，却收到了一封从马背上送来的家书。信中写道，妻子病重，很有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摩尔斯马上启程往家赶，但不幸的是，当他到达的时候，还是太晚了。他的妻子不仅已经死去，而且甚至都已经被埋葬了。没有见到爱妻最后一面的摩尔斯非常沮丧，并且也对信息传输的效率之低感到气愤不已。于是决心设计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能够用上当时速度最快的无线电技术。然后我们熟知的摩尔斯电码就诞生了。它用一短一长2种脉冲信号来定义信息，短的表示点，长的表示华。点和华的不同组合则对应着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因此几乎可以传递任何复杂的信息，比如黑洞里面的量子数据。Translate the data into Morse and feed it to me.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摩尔斯是依据什么原则来为每个字母定义它们专属的点花图案呢？是随机的吗？看上去有点像啊，完全没有规律，有没有？但是等等，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2叉树上，似乎看上去就有点意思了。在这里，每一个分叉的左边都代表一个点，而右边则代表一个华。分叉了几层呢，就代表着有几个点或者几个华。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字母 E 用一个点就能敲出来了。T 也够简单，就是一个华。要敲 S 呢，就是左左左点点点。要敲 O 呢，在2叉树中正好跟 S 是对称的，右右右滑滑滑。要敲 P， 左右右左点滑滑点，有点绕了啊。敲 Z 也是这样，滑滑点点。总的来说，成绩越往下分叉越多，敲起来就越复杂；成绩越往上差分的越少，敲起来就越简单。恰好敲起来越简单的，正是使用频率越高的字母，而敲起来越复杂的，正是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所以你会觉得它们只是一种巧合吗？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摩尔斯当初的设计原则了，能够让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出信息。所以回到 SOS 上面，他们之所以是 SOS， 既不是很多传说中说的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命的英文首字母，也不是 Save Our Ship 救救我们的船的意思，而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简单。但又不至于简单到容易产生歧义，比如一个点一个划 ET， 外星人吗？当然，如今我们有了卫星通讯、光纤宽带、WiFi、5G， 摩尔斯电码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有的时候掌握了它，能够让你在关键时刻实施降维打击。2010年，乔斯 ·S. 佩奇奥上校，后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上校，正在准备营救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 FARC 俘虏的大约500名人质。这些人质被严密监护并分布很广，所以硬来和偷袭都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逃跑。但如何才能只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计划，而监护他们的武装分子却不知道呢？上校想到了摩尔斯电码，因为这些人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理解摩尔斯电码所传递的信息的。而武装分子嘛，则恰恰相反了。但明目张胆地发送摩尔斯电码显然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整个故事当中最高潮的部分来了，上校找来了哥伦比亚最优秀的一些广告策划人和音乐制作人，写了一首流行歌曲，然后把一段摩尔斯电码的信息编码后植入其中。这首歌叫做 Better Days 美好的日子，通过130多个电台播放，有300多万人都听到了，并且在 FARC 控制的农村地区还很受欢迎呢。当美好的日子的歌声在丛林当中回荡的时候，其中包含的19人获救，你是下一个，不要失去希望的摩尔斯电码信息也传进了人质的耳朵当中。上校的计划成功了。我放一段带有编码的音乐给你听听，看看你是否也能够听出隐藏在这背后的滴滴滴滴滴。有没有听出来？融合的真的很完美，有没有？所以当2011年这项任务解密之后，美好的日子还去戛纳拿到了一座金狮奖呢。其实类似这样使用摩尔斯电码获救或者是秘密传递出信息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下次当你看到有人向你频频眨眼睛时，你要思考一下，他是不是在给你打暗号了？最后咱们来互动一下，顺便也帮你巩固一下，认真听听我敲出来的这段话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听出来了的话，就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吧。我来看看谁会是第一个答对的。积极留言有惊喜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是一块内存条，上面是内存芯片，芯片里面是数以亿计的晶体管，由光刻机在半导体硅晶片上加工而成。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高精尖。同样，载人登月，人类科技水平的天花板也能够匹配高精尖吧？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阿波罗飞船上面的内存条是按照织毛衣的工艺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件毛衣。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就让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件不可思议的毛衣。当然，它的正确全称应该叫做铁阳体磁芯存储器。由一系列的导线和类似于甜甜圈的铁芯组成，作为早期电脑里面的 RAM 和 ROM， 也就是随机内存和只读内存，在阿波罗的飞行控制电脑里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把很多个磁芯以45度角斜着排成间隔相当的阵列后，用水平和垂直的导线从中间穿过去，让每一个磁芯正好落在每一个交叉点上。磁芯用来储存信息，交叉点用来记录位置，非常像是一个快递柜。只不过这个磁芯快递柜的每一个柜子，也就是磁芯里面只能装1个比特的信息，要么是0，要么是1，就像这样。计算机在读取之后就能够执行指定的操作了。但你肯定想问怎么把0或者1存到磁芯当中，又是怎么把存到其中的0和1读取出来的呢？首先我们会用到电磁感应，在穿过磁芯的导线里面通电之后，磁芯就会产生感应磁场了，并且磁场的方向由电流的方向决定。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右手的安培定则来判断。假设磁芯当中的磁场方向顺时针旋转时，代表它记录的是1的话，那么反过来，磁场方向逆时针旋转时，它储存的就是0了。0和1之间的切换呢，可以由电流的方向决定，不过还要再加上电流强度。
它叫做磁滞现象。只有当导线里面的电流强度达到了一定的阈值之后，原本感应磁场的方向才会发生改变。我们假设这个阈值是1的话，那么只在一根导线里面通上0.5的电量是不会对原本的磁场方向产生任何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水平和垂直2根导线来穿过磁芯了。每根导线里面只有0.5份的电量，单独一条流过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在2根通电的导线都穿过的那个磁芯上改变才能够发生。当计算机需要读取储存在某个位置的信息时，它会向那个坐标位置的 X 和 Y 导线送去电流。比方说 X3 和 Y2， 虽然整条 X3 和 Y2 导线上的磁芯都会有电流经过，但是只有 X3、Y2 这一个位置上面的磁芯被2条通电的导线同时穿过，所以电流的强度才能够达到可以翻转它的阈值。但翻不翻取决于它原来的状态。假如它储存的信息就是0，也就是磁场方向原本就是逆时针的话，它恰好就跟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磁场根本就不会发生翻转。而如果它原本储存的是1，也就是磁场方向是顺时针的话，那么就跟感应出来的新的逆时针的磁场方向相反了，于是翻转产生。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一个相应的脉冲信号也就产生了出来。这就是磁芯储存器里面贯穿所有磁芯的第3根导线的作用了，它叫做感应线，记录下这个脉冲信号并告诉计算机。所以对计算机而言，如果在 X3、Y2 位置没有收到脉冲信号，那么这里就存着0；如果收到了脉冲信号，这里就存着1。终于绕了这么一大圈，计算机读取到了它想要的数据。如果你还没有被绕晕的话，应该也了解了这部分的内容，它叫做读取周期。后面接着写入周期，它要么是写入新的数据，要么就是将旧的数据放回去。写入新的数据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非要把旧的数据再放回去呢？难道它就像是图书馆书架上面的书一样，只有一本取走就消失了吗？还真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读取数据的过程。尽管计算机读到了1，但却是将储存着1的这个磁芯翻转成0之后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当计算机把整个磁芯存储器里面的数据读取完一遍之后，所有的磁芯都变成了0。这便是它非常有特色的破坏式读取方式了，可谓是真月后积坟呐。所以为了再次读取，就必须要马上把数据还回去才行。怎么做呢？很简单，直接将 X、Y 2根导线里面的电流方向反向就好了，0马上就翻成1了。等等，不对那些原本就该是0的磁芯该怎么办呢？它们也会被一起翻到1岂不全错了？这就来到了第4根导线了，它叫做抑制线，会在反向 XY 电流流过原本储存着0的磁芯时，释放出电流来进行综合，从而消除 XY 导线带来的影响，使该磁芯继续停留在0的状态。当然，有些储存器里面呢是看不到这第4根导线的，因为它跟第3根，也就是感应线合并在一起了。好了，这就是那个把人类送上了月球的飞行器里面装着的 RAM 存储器了。它里面一共有917504个小小的铁环，被分成2个独立的系统，靠大量心灵手巧的女工像织毛衣那样编到一起，叹为观止又难以想象。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挖掘机，我曾经思考过一个挺愚蠢的问题，当然是关于它的液压臂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都知道帕斯卡定律吧？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学到的关于流体静力学的定律。在座的还有几个人记得，请跟我一起回忆一下讲的就是当我们对液体的某一个部分施加一个压强之后呢，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瞬间传遍液体的每一个地方。还是举一个例子最直观这里有2个针筒被中间的软管连接着，里面已经被我装上了水。当我把其中一个针筒的活塞往里面推的时候，就等于是对针筒里面的水增加了一定的压强，而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立马被水给传了出去，作用到另一边的活塞上了，结果就是它被顶了出去。如果要用公式来表示的话，就是 P1 等于 P2。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液压设备的基础了，可以把运动有效的传递出去。同时不光可以传递，还可以加油添醋一番。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例子这里又有2个针筒，不过大小却不一样。如果我把这个小的交到儿子手上，我能用自己手上的大活塞把他那边的小活塞给推出去吗？很显然掰手腕我能轻松拿下，但是我的大活塞却怎么都推不动他的小活塞，而他的小活塞却能够很轻松的把我使出浑身力气压紧的大活塞给推出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并不神秘，大家也应该还能够回忆起来。压强的公式是什么 ？P 等于 F 除以 S， 也就是压力除以受力面积。那么让我们把一开始那个帕斯卡定律里面的公式替换一下，就可以变成 F1 除以 S1 等于 F2 除以 S2， 看出来了吧？如果受力的面积越大，相应的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且它变大的比例正好是等于受力面积变大的比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面积是1的活塞推动一个面积是100的活塞的话，是可以将使出的力反上100倍的。难怪小活塞的直径是 9.2 毫米，大活塞的直径是 19.4 毫米，面积就是小活塞的 5.6 倍。不会吧，我连这小子力气的 5.6 倍都没有吗？不说这个了，你猜我想到了啥？想到了，如果我用这么一个小活塞来推动挖掘机上面的液压杆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先看我需要调查哪些数据啊？挖掘机液压杆里面的活塞面积。对了，挖掘机上面有好几个液压杆，选哪个呢？就选看起来最厉害的，能够拉动斗杆的那根液压杆吧。至于它详细的活塞面积，我实在是拿不准，就暂且根据图片和视频资料估计一个啊。如果你恰好是专业人士，麻烦指出我说的太离谱的地方哦。那么就给它一个120毫米的直径吧，面积算下来就是11304平方毫米。好了，第二个要知道的数据是我的小活塞的面积，这个我是准确知道的，52.8平方毫米。第三个要知道的是我最多能给小活塞多大的力量，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啊。那就直接拿一个现成的数据来替代一下吧。62公斤级男子抓举世界纪录的154公斤，于是在经过液压系统的放大之后，这个力量就变成了32956公斤，能把斗杆拉动起来开挖吗？我随便选了 CAT 的一台挖掘机作为 PK 对象，查到它的斗杆的挖掘力是107千牛，换成公斤的话大约就是10700公斤。所以世界抓举冠军的确是可以用我提供给他的这个小针筒，毫不费力的徒手就让挖掘机工作起来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动是动起来了，如果我还想让它动的范围更大一些，就需要把液压杆推出来更多一些，对吧？我们来算算想要把斗杆上的液压杆推出来1米长，我手上的这个针筒需要有多长呢？也就是小活塞的油缸需要有多长？214米。我的天啊，这个算算就可以我已经彻底放弃要去做这个实验的想法了。那么我最后的疑问就是既然用小活塞推动大活塞在挖掘机里面根本就行不通，那它又是如何来利用液压的呢？原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液压泵了，一个能把液体加压后送到液压杆活塞缸里面的东西。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当然这只是几种液压泵里面的其中一种，只不过在挖掘机里面更常见而已。这种液压泵的名字叫做柱塞泵，在它的内部装着很多可以旋转的活塞和油缸，然后由一个斜盘来控制这些旋转的活塞与油缸到底是沿着一个垂直的角度来旋转呢，还是沿着一个倾斜的角度来旋转。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斜盘由垂直变倾斜的时候，活塞在油缸里面的行程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旋转它就会从一边把油液吸进来，再从另外一边把油液给压出去，实现增压的作用。经过加压的油液被控制模块分配后，就会进入到液压杆活塞的后面或者是前面，把它推出或者是拉回来了。的确是比我手动要省事不少但就在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已经释放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居然又挖到了一个宝贝。原来驱动挖掘机履带运动的不是我理所当然认为的柴油机或者是汽油机，而是液压马达。就是把刚才我说到的液压泵反过来一下，不是先让马达转起来挤压油液，而是把高压油液挤进活塞，让液体的压力能释放成活塞的动能，进而推动斜盘旋转起来了。我看似没有用的知识又一次得到了充盈。所以记住为什么挖掘机那么厉害？因为人家有2个心脏，一个柴油心脏和一个液压心脏，能不给力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可以轻转旋翼的 VR 语音，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可以轻转旋翼的无人机，你有见到过吗？就像这架一样。我很有幸在极飞的黑科技发布会现场呢，见到了这架突破想象的无人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讲讲这次充满魔幻的探访之旅。好，现在呢咱就在机场马上就要去广州看黑科技的发布会了。通
常当我们说到无人机，想到的一定是4旋翼的那种无人机了。为什么无人机基本都长着4个旋翼呢？因为从结构到控制再到算法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正好我上一期讲到了直升机的旋翼在构造上是多么反人类的，而且其实已经讲的是蛮复杂了，但还是没有讲到直升机究竟是如何实现前进后退、左右移动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太复杂了，要细讲的话又得要单独再说一期。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而说回到4旋翼的无人机，你去看看啊，它的旋翼和旋转轴的结合部分就简单干脆太多了，可以算得上就是一个硬连接了。那它怎么就能轻松的实现在空中的自由移动呢？这就得益于它有4个旋翼了，而且每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都是可以单独调整的。所以当它想要前进的时候呢，就把前面2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降低一些，而把后面2个的输出功率调高一些，这样它的姿态就会变为前倾，在反重力的作用下呢，就可以往前飞出去了。同理啊，向后、向左、向右飞也是这么来操作的。需要多说一点的是左右转向，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坦克履带的转向了。坦克转向的时候呢，一边的履带动得慢，另一边的履带动得快，于是动得更快的那一边就把车头的方向推向动得较慢的那一边了，从而实现了转向。那4旋翼无人机靠的是让与转向方向相反侧的旋翼转得更快，来获得一个与空气之间更大的摩擦力，从而把自己推到另一个方向上面去的。当然，因为空气的摩擦力肯定是要比地面低了很多，所以4旋翼无人机的转向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总的来说，以上这些都很好理解，也很简单，对吧？所以才让无人机的应用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 Vlog 拍摄到电影制片，从科学考察到户外搜救，从通道巡检再到智慧农业。好，既然这4旋翼的无人机都这么好用了，那为什么还要搞2个旋翼的无人机呢？你光是想想就会觉得它飞起来肯定是没有4旋翼那么简单的嘛。那这个飞行控制本身是超级复杂的哦。对，飞行控制是的，因为它会摆来摆去。对，它会摇晃，它会摇晃。这个摇晃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钟摆效应，是会叠加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它必须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个，这个控制速度呢是每秒钟200次，所以它是很快。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IMU， 就是动量检测单元。这里面是它的这个飞控比较复杂的东西这里面就是我们的飞行控制系统，4，这里面有6个动量检测单元，就是各个方向的动量检测。在飞机飞的过程中，它相当于是小脑。然后呢，它检测到飞机，比如说倾斜了，这时候马上告诉以前的4旋翼比较简单，告诉前面2个加速一点，平回来了。对。在平缓的过程中，你飞机总能输出功率增加了，所以又会往上升，不对，你要总功率下降，前面2个增加一点点，这就是 PID 算法控制算法。而这个就更难了，一旦当它检测到机头往下坠了，这个时候飞机要怎么控制才能够把飞机平回来呢？就要控制这个的转向以及风速的变化，就是转速和倾仰角度的变化。对，这里面的算法就多了一个维度的难度，你要控制角度，而不光只是功率的输出。以前4旋翼只要控制功率输出，对，我们叫做电子调速器。电调，对，所以那个很简单。而这个呢，除了电调，还有4伏，就舵机。对，舵机，然后来角度。对，就有了控制面的这个理论，所以难度就在于此。对，那飞行稳定性上面来讲的话，就这个跟那个4旋翼来讲，就比如说这个加上了那个就是更智能化的控制，算法好，这个会更加稳定，会更稳。它其实是一个吊装结构，2个螺旋桨吊着它，然后呢，下面只要你控制的够快，上面哪怕风再大再震动，下面可以完全不动，就跟相机云台上一个道理啊。对，只要是它的这个速度够快，对，只要它控制速度够快，它完全可以实现底下是不动的，这里面透露了一个未来，这里面有一个未来很有想象空间的地方，是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空中平台，它是不是可以实现摘果子呀？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操作？比如说我悬停在那里打结，甚至是捡东西。以前那个飞机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一旦动，整个飞机都在动，对吧？它是固定的4旋翼结构，对，也就是它要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比如说一阵横风吹来，飞机必须这样斜的，它才能定在那个地方，它要对抗那个风，这个不用，这个我只要对，这是螺旋桨动就行了，然后下面可以稳住，对好玩吧？所以你有了这个很有意思，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这一次的发布，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发布了一个新的空中平台，一个更加稳定、适合于未来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完全无人化操作的，比如说我要去地方抓取一个虫子来做采样，对，然后掉到哪，然后剪掉一个虫子，打到海里面就飞出来。是的，吊装平台多么有想象力！
利用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使旋翼实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姿态，让吊在它下面的作业平台纹丝不动，从而可以执行非常细致的工作。然后呢，还有这台同样也是颠覆了我认知的农业无人车了，它居然跟终结者都扯上了点关系。你看它用的是我们同样的 Super X 的控制器，我们不是飞完以后对空对地图建完模了，我们知道每一棵果树，其实我们的测绘飞机也是带 RTK 的，也就是说，在你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或者一张3维地图，但实质上它里面的每一棵像素都有一个绝对坐标点。毫米级的坐标点，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你仔细想，比如说我这个车上完全不用装任何摄像头和雷达，我的成本可以降到很低，但是呢，它精准的知道在你旁边有棵果树，因为它有对，因为它可以获取那个数据。对它是实时在云端获取那个3维地图的数据。对，然后呢，它知道就在旁边的多少毫米处有一棵果树，然后呢，对准它进行喷洒，农药一滴都不会浪费的。这就比原来这个人一样了，人最精准，因为人知道果树在哪，然后喷完下一棵，它就跟人一模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特斯拉一样，我们不需要在上面装什么复杂的激光雷达，因为一个雷达就10万块，或者复杂的这个雷达成像，超声波雷达，我们只要让车能够自主的、精准的行走，它上面的云台就会精准的执行喷洒、播撒或者是播种，或者割草。所以这个就是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算法，所以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台很傻的一个喷雾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就是我们总以为农田里的机器人，它这个就是个机器人，no， 它只是机器人的一根手指而已，大脑在云端。对，就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个机器人每一个机器人都是弄得那么复杂。对，你里面装一个什么 ND， 对，都要有眼睛，都要有什么不对。你的手指去执行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它的，脚也是靠这个眼睛，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央大脑。对。然后呢，通过一个末端的执行机制，所以农田里的机器人其实本质上是只有一个的，全世界未来可能就只一个机器人，而它只是它的一个执行地，是不是有点像是天网的那种天网的那种感觉？是的。说到这儿，还会有人认为农业就是一件面朝土地背朝天的枯燥乏味，只是靠体力的事情了吗？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相反，我觉得未来的农业是一件多么酷、多么极客的事情，已经酷过了我曾经非常羡慕的像美国农业那种在巨型的农场当中靠巨型的农机来耕种收割的场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酷只属于我们中国。跟美国这种一个农场就上百公顷的规模化农业不同啊，中国的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受限于土地规模和产值，我们的农业没有办法使用大型的农业机械来生产，所以农产品基本上就是在本地市场流通，很少参与到听起来就相当洋气的国际市场期货交易。这个我们的直接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国际流通程度都远低于像是美国这样采用规模化农业的发达国家。在这里啊，它仿佛永远就是一件苦、累、穷、土的事情，但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啊！曾经只有我们的小农经济，却在今天这个智慧农业的时代变成了优势。原来就是由于受到了地形条件的制约，在传统农机望而生畏的地方，才给既小巧又智能的无人机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就是因为农户小、规模小，才使得他们既灵活又敏锐，可以快速地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对农产品高品质和多样化的要求。就是因为曾经的中国农村是经济的低洼地，才使得它成为新技术、新金融的最佳爆发点，很容易就炸出了一串好成绩。那句话是怎么来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智慧农业的制高点无疑将会在我们中国出现，我们共同期待吧。我是火箭树，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